安徽挖出刘邦权臣夏侯婴墓，发掘过程中却怪事不断。他说里头方法有神啊，有时他都是冒热气。墓葬虽已被盗，但是出土的文物却富可敌国，仅一把青铜宝剑，市场价估值5亿。除了这些兵器外，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文物，震惊了全世界。专家直呼：你就是给我100亿，我都不会卖给你。究竟是什么文物，竟让专家夸下这样的海口？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专家十分期待能挖出金缕玉衣。如果里头还有死尸，里头还有穿着衣裳，那多好呢！这一切会如专家所想的那样吗？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加个关注。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夏侯婴墓之谜。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罗庄大队建砖窑厂时，意外挖出来2个陶马头。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当地文物所。当考古队员到达现场，看到陶马头时惊呆了，这竟然是西汉时期的产物。文物部门立即对这一区域展开了抢救性发掘。从土堆的规模来看，墓主人的等级非同小可，很有可能是当时诸侯以上的级别。然而让专家感到意外的是，关于这座墓史料上竟然没有任何的记载。这座古墓究竟从何而来？墓主人又是谁呢？专家猜测，这次偶然的发现将会有惊人的收获。在阜阳市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段传奇：西汉时期，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阴侯。如阴侯是汉高祖刘邦对夏侯婴的封号，如阴是他的封地名，也就是现在的阜阳地区。根据史记记载，如阳侯名为夏侯婴，他从小和刘邦关系密切，两人还是发小关系。阡陌刘邦起兵后，夏侯婴跟随他转战各地，后攻打项羽，入西蜀，定三秦，屡立战功。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夏侯婴不听刘邦劝阻，冒死救下了刘邦的儿女汉孝惠帝和卢元公主。西汉立国后，在汉军被匈奴骑兵围困，险遭灭顶之灾的白登之围中，夏侯婴协助刘邦成功的脱离险境。为此，夏侯婴官封如阴侯，权倾一时。作为这样一位与汉高祖关系亲密、多年追随刘邦征战天下的名将，他的墓葬却一直下落不明。这座高规格的汉代无名大墓，无疑让人浮想联翩。根据汉朝的丧葬习俗，一般会将墓主人生平最有价值的物品带入墓中陪葬。如果这座神秘大墓就是夏侯婴的墓，那里面一定会有价值不可估量的奇珍异宝。然而发掘工作刚刚开始，盗墓贼就给考古人员上了一课。漂亮，完完整整。但是它的皮肤，包括它的指甲，可以看保存得很好。安徽挖出刘邦权臣夏侯婴墓，然而发掘工作刚刚开始，盗墓贼就给专家们上了一课。越到底下呢，刀洞小一点的，就继续挖下去吧。那么大的土堆子给它推掉了，我不挖掉，这浪费了嘛，是吧？一定要看看究竟。殊不知，正是专家的这份坚持，还真让他们挖出来了一件价值100亿的宝贝。即使墓中到处都是盗洞，有着20年考古经验的专家还是坚信，这么大的一座古墓，即使没有大宝贝，也一定会有小宝贝的。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墓穴的全景渐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从墓室中散乱的器物可以看出，这座古墓不止一次被盗墓贼光顾过。考古队员只清理出来了一些铜镜和一些不值钱的日常用品，看着没有任何价值的文物，专家们陷入了沉思，到底还有没有必要挖下去呢？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大喊：挖出来棺材了，还是金丝楠木棺材！这让本想打退堂鼓的专家一下子来了精神。那棺材要完整的那东西那就丰富多了啊，那价值就高了。它的随身的东西当然是最宝贵的东西了，金器了、玉器了，都是随身的。如果里头还有死尸，里头还有穿着衣裳，那多好呢！然而，一切会像专家所想的那样吗？虽然棺材被专家挖了出来，
但是棺材的椁板已经严重坍塌。就在这时，一些器物也悄悄地露出了头。我们这一看，这是盔甲，知道这是个武将，还有好几个剑，还有刀，还有佩剑。从出土的这些兵器可以看出，墓主人飞王击侯，比较符合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得力战将夏侯婴的身份。这座墓葬真的会是名震天下的大汉开国元勋夏侯婴最后的葬身之处吗？据说这座墓中出土的4把宝剑总价值20个亿，就是不知道它贵在了哪里。开心过后，考古队员又瞬间严肃了起来。原来墓主人的骸骨消失不见了，甚至连一颗牙齿都没有留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墓主人这是被人毁尸灭迹了，也有人说他这是羽化升仙了。他说里头方有神啊，有时他都是说冒热气，或者说一冒热气这样想的，那里头有神仙了。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此时发掘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不抱任何希望的考古队员们开始收拾墓穴中的器物残片，准备带回博物馆进行修复展览。就在考古队员准备撤离的前一天，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事情有了转机。安徽挖出刘邦权臣夏侯婴墓，然而就在考古队员撤离的前一天，一件价值100亿的文物出现了。我说看看，那是个字呀，这还有个字呀，都是带病字旁的。我看第一个字大概可能是这个戎字。好了，我说好了，咱们的理想达到了，乖乖这是竹竿坯子真出来了。这样我们才知道这是有竹简。竹简的发现让专家们感到异常的兴奋，数量这么多，书写又这么完整的竹简，在整个考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在汉代初期，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好多典籍都被烧毁。在当时，谁要是能有一本书，那就相当于如今在北京拥有了一套4合院。这批竹简经过专家的处理，逐渐恢复了它原始的面貌，其中有10篇诗经被载入了国家文物保护名录前100名。之后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了估价，有人说它价值100亿，也有人说这批竹简是无价之宝。如今它属于国家所有，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竹简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重新对关内的文物碎片进行了清理。突然，在已经擦拭干净了的碎片当中，他们发现在一些漆器和铜器上竟然有字迹。将它们东拼西凑后，汝阴侯不平盘，径尺3寸，7年历伪工塑造，几个大字映入了众人的眼帘。汝阴侯不就是夏侯婴的封号吗？难道这座大墓的主人真的是汝阴侯夏侯婴？本以为凭借着平盘上面文字的记载，可以判定这座大墓的主人就是夏侯婴。然而专家却说，这不是第1代汝阴侯，而是第2代汝阴侯，也就是夏侯婴的儿子夏侯造。为什么确定不是夏侯婴的不是第1代的？夏侯婴是文帝8年死的，他就有到11年了，他不可能把11年的东西埋在8年的那个墓葬里边啊，所以这个确定的他是2代的。至此，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墓主人并不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而是他的儿子夏侯造。儿子的墓葬出土的文物都高达100亿，不知道他的父亲夏侯婴墓中的文物能值多少钱。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